5月刚到，大家的手机估计都被 SingPass 的 CDC 购物券到账通知刷屏了，很多人都在欢呼，觉得新加坡政府又双揪大撒钱了。但如果你真的以为这只是单纯的福利大放送，或者天上掉馅饼，那你就完全没看懂新加坡财政部账本背后的残酷真相。这波发钱根本不是什么无差别的狂欢，而是一场针对 9% 消费税和核心通胀的精准财政抢救。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，假设一个普通家庭每个月的日常开销是3000新币，消费税从 7% 涨到 9% 后，每个月就要硬生生多交60新币的税，一年下来就是720新币。这还没算上因为通胀导致的物价绝对值上涨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硬核盘点5月份这波新加坡福利清单。我会带你拆解这些补贴背后的真实意图，告诉你为什么你拿到手的钱可能刚好只够填补税率上涨的窟窿，根本跑不赢通胀。以及更重要的，作为普通人，在这个物价飞涨的节点，到底该怎么把这几百块钱的价值最大化，一分不落地全拿到手？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底层逻辑，你在官方新闻稿里绝对看不到。生活在新加坡的你，最近去祖屋楼下吃杂菜饭的时候，是不是发现哪怕只点一肉两菜，结账时的价格也比去年硬生生贵了一截？你可能明显感觉到手里的钱越来越不经花了。以前一杯可能只要1新币2毛，现在涨到1新币4毛，甚至1新币5毛，涨幅听起来只有2-3毛钱，但按百分比算，这可是20%甚至25%的飙升。如果你每天喝2杯，一年就要多掏将近200新币。2024年，随着新加坡消费税正式迈入 9% 的时代，叠加全球供应链波动带来的居高不下的核心通胀率，很多家庭都在被迫精打细算。财政部为什么必须在这个5月密集出手？不仅仅是因为国库账面上有盈余，更是因为决策层非常清楚，通胀的痛感是有滞后性的。年初涨的税，现在正真真切切地咬碎普通人的购买力。我们以一个4口之家为例，光是每个月的伙食费和交通费，相比2年前可能就凭空多出了300到400新币的隐形成本。如果再不通过定薪与援助配套向市场注入流动性，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将直接传导并冻结整个社会的消费信心。所以这波福利绝不是恩赐，而是维持新加坡这座精密城市机器平稳运转的必要缓冲剂。我们先来重点拆解大家最关心的重头戏，500新币的 CDC 邻里购物券，加上今年1月份发放的300新币，每个新加坡家庭今年总共能拿到整整800新币的 CDC 补贴。这笔账怎么算？如果你们家每个月去小贩中心吃10顿饭，平均每顿花费20新币，那这800新币刚好能覆盖你们4个月的周末外食开销。很多人拿到通知后会抱怨，政府干嘛不直接打现金，非要搞个电子购物券，还硬性规定其中250新币只能去平价超市，生松这些大型连锁超市，另外250新币被死死锁定在邻里商店和小贩中心。这绝不是多此一举，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一场教科书级的财富分配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财政部直接给130万户家庭发现金，总额高达6.5亿新币的巨款，按照资本市场的虹吸效应，大部分钱会立刻流向资本雄厚的大型连锁巨头。但政府强制切分出 50% 的额度，也就是 3.25亿新币，就是为了把这笔钱强行按在祖屋区，给那些抗风险能力极差的邻里杂货铺、理发店和摊位进行精准输血。你在楼下买1包杂米，吃1碗肉丛面，本质上是用消费行为帮政府完成一次对微型经济的救市。操作上提醒大家，认准 SingPass 登录 Redeem SG 领取。家里有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乐龄人士，可以直接带上身份证去附近的民众俱乐部打印成纸质代金券。另外，顺便查一下你账户里今年1月份发的那300新币 CDC 用完没有，年底就过期了，千万别烂在系统里。说到这里，你这500新币打算怎么花？是去超市囤刚需，还是准备去楼下吃顿好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精明算盘。除了人人都有份的 CDC 购物券，这波福利清单里最能体现新加坡政府精准滴灌手法的，
其实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藏福利。首先是 YouSave 水电费回扣，这项政策完美体现了新加坡按资产进行财富再分配的冷酷与公平。你住的祖屋房型越小，拿到的回扣比例就越高。举个直观的例子，注意到两房式祖屋的家庭，今年分4个季度，总共能拿到高达950新币的 YouSave 回扣。如果他们每个月的水电费是100新币，这笔回扣相当于直接帮他们免掉了9个半月的水电账单。而住5房式或公寓式祖屋的家庭，拿到的总额度可能只有550新币，刚刚够抵扣3到4个月的开销。这笔钱不需要申请，会直接在你的新能源账单里自动抵扣。其次是针对私照车司机、出租车司机和外卖骑手的200新币一次性现金补贴。不要小看这200新币，按照现在1公升汽油将近3新币的价格来算，这笔钱可以加满大约65公升的油，足够一个全职司机跑上700到800公里，相当于帮他们省下了好几天的核心运营成本。单给他们发钱，是因为这个庞大的零工经济群体缺乏 CPF 公积金系统的完整保护网，同时还要直接用肉身硬扛高昂的燃油成本。这笔钱会在5月陆续通过 PayNow、GIO 或者 GovCash 打进账户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插入一个极其硬核的本地生存警告。随着这波福利密集下发，骗子也开始疯狂冲业绩了。请记住一条铁律：新加坡政府发放任何补贴，绝对不会给你发送带有点击链接的短信。只要你的手机收到一条 SMS， 告诉你点击链接去领钱，100%是诈骗。所有的正规操作，一律只认准你的 SingPass App， 或者亲自去民众俱乐部找工作人员核实。看紧你的血汗钱。总结一下，5月份的这波财政动作，无论是 CDC 购物券、水电回扣还是现金补贴，如果你符合所有条件，一个中低收入家庭今年林总加起来，绝对能拿到超过1500新币的财政援助。这确实能帮普通家庭省下不少真金白银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如果你们家的年总开支是5万新币，只要通胀率维持在3%，你们一年就会无形中蒸发掉1500新币的购买力。政府发的这笔钱，刚好只够填平这个通胀的坑。这几百上千块钱只是政府帮我们争取到的缓冲期，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长期重压。在新加坡这个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，普通人想要真正跑赢通胀，保护自己的财富不缩水，光靠等政府发钱是远远不够的。你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财政认知，看透每一项政策背后的经济账。无论是弄懂 CPF 的复利规则，还是看清祖屋的资产属性，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特别是长辈，提醒他们按时领钱，并且千万别点任何诈骗链接。如果你想持续看懂更多新加坡政策走向和财富运转规则的深度拆解，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硬核干货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